85花排挤，红毯上完消失。深扒之下，才明白赵丽颖是真聪明。临近过年，明星和各大工作室都纷纷出招，只为能在各个晚会和活动中艳压群芳。就拿刚刚过去的微博之夜来说，好多人啊！第20条确定春节档上映，老谋子带着剧组的人也登上红毯。可是这个阵容中独缺了赵丽颖。她上次走上红毯还是上次，去年末的尖叫之夜和星光大赏也不见她的踪影。她到底去哪了？细看赵丽颖的动作，或许她才是娱乐圈的聪明人。01，细心的人都发现，已经很久不见赵丽颖了。不仅红毯上没见到她，连跨年活动她都没有参加。红毯等活动真的可以轻轻松松获得巨大的流量。不仅如此，2023年一整年她都没有新作上映，此时参加活动正好可以增加曝光度。但赵丽颖统统放弃了，除了几次品牌活动，基本见不到她的身影。每次看她的日程表，都是在组里拍戏，而剩下几位85花的成员则是忙坏了。一步一面关山让刘诗诗的热度居高不下，她也参加了年底的很多活动，不愧是一姐，状态还是那样好。而杨幂也是流量女王，虽然2023年她也没有作品上映，但也积累了很多作品。自从上次王者荣耀共创之夜后，她的造型从来都没有出错过，状态也是1等1的好。再看唐嫣，她无疑是现场备受瞩目的那个。繁花是近期热度最高的电视剧，没有之一。连央视都说这部剧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孤品。她凭借一部剧就改变了85花的格局。在此之前，杨和赵无疑是领头人。国际章离婚后降元弄这部电影迅速登上热搜，可渐渐的，事态发展变了。配角名单上的杨幂和赵丽颖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对象。那么两人中，谁的咖位更大呢？两人第一次有交集是在13年前小赵的一条微博，那时的杨幂已经凭借功成为圈内炙手可热的当红花旦，而赵丽颖也拿出了巧儿这个角色，但她的热度肯定不及前者。这是某场晚宴的明星站位图，赵丽颖之站在了后排的边角，一向要强的她不服，又接连拿出了《楚乔传》等作品。等下次两人同台的时候，已经是并肩的状态了。从那之后，小赵又拿出了《知否》等作品，他得到了央视和观众的一致认可。这部剧长尾效应有多强呢？这张数据表足以证明一切。连一向佛系的裤子都买下了这部剧，而此时的杨幂还没结束和嘉行的合作，她接戏还比较被动。谈判官等剧虽然热度不错，但不利于她转型，更不利于拿主流奖项。但在电影领域，就光票房来看，赵丽颖输了。就她的咖位来看，这样的数据有点难看。02，简单介绍一下赵丽颖的电影之路。她第一次出演电影还要从2007年说起，可惜咖位小的她没有几个镜头。直到《宫锁沉香》播出，她才在电影圈崭露头角。从进宫第一天起，她就黑化了，一心想要被皇子看中，然后飞上枝头。就妆造来看，并不是浓妆，全靠赵丽颖的演技来诠释琉璃的心狠手辣。等她主演电影还是和张翰合作的《女汉子真爱公式》，但这部电影的影响力远不及两人合作的《杉杉来了》，5000万的票房勉强算合格。此后，她的重心还是在电视剧上，所以电影的数量并不多。观众再次在大荧幕上看到她的还是《西游记女儿国》。由于是老 IP， 不免被人拿出来比较。相对于我们比较认可的朱琳那一版的国王，她的形象就有点单薄。不过，经典是难以超越的。
赵丽颖的表演算是合格。这部电影之后，赵丽颖就开始专心拍摄电视剧，两提白玉兰就是对她的肯定。但赵丽颖一直都不忘自己的电影梦。今年的春节档，老谋子又拿出了自己的新作，雷佳音和张小斐等人的加入让这部电影多了看点。但官宣那日，赵丽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那个。她首次挑战聋哑人，为了能更好的入戏，赵丽颖在戏外也鲜少与人交流，连老谋子都开玩笑，她都不搭理我们。这种敬业的精神让人赞叹。虽说这不是她第一次饰演妈妈，但是这次的挑战性更大。她不能说话，只能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为载体，展现她的演技。就预告来看，真的很让人震撼。那无声的呐喊让人揪心。她一改以往光鲜亮丽的形象，整个人灰头土脸，素颜也是相当能打。难怪一向高眼光的张艺谋都对他赞叹不已。就如导演所说，他是一个能给人惊喜的演员。郝秀萍这一角色或许能成为他的代表作。当然，他的代播影可不止这一部，《虎狼之路》已拍摄完成。和他合作的正是演技炸裂的肖央。这部电影的题材也比较新颖，讲的是人贩子的故事。还有就是和辛芷蕾的乔妍的心事，一部《繁花》让多少人 get 到了她的美。当然，她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，李李一个眼神就表达了很多东西。这部电影也是未播先火。03，可赵丽颖这一路也是备受争议。本月初，一位狗子谈起了赵洁以前的恋情，真实性不得而知，但想蹭热度是真的。1周后，他还被狗子爆料孕期的小故事。我们赵洁也是非常刚，直接借着热度宣传新电影，这和许半夏如出一辙。赵姐谁也不惯着。当然，她本人的经历和角色也有相通的地方。你认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明星有哪些？这一话题在近期有着很高的热度。有人第一个提名的就是赵丽颖。唐嫣是户籍艺人，她还是家中的独女，连她身上的裙子都是父亲亲手做的。而出生在首都的杨幂自小就是童星。刘诗诗也是科班出身，她毕业于北舞。相对于这几位85花，赵丽颖的演员之路就艰难不少。她的童年就是那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长大后也是和很多打工人一样在洗盘子。还是华裔一则选秀节目改变了她的生活，但她却不像几位某女郎一样就此得到出演女1号的机会。之和周迅等人拍摄了一个广告，赵丽颖不仅没有红，还被人吐槽原声台词不过关。据悉，小赵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，而且她还有口音。有一说一，那时候不仔细听根本就听不清。观众批评他就改。多年的跑龙套虽然没熬出头，但是他却积累了不少的经验。台词过关了，又有人说他土，更有甚者嫌弃他是从农村出来的。先是说他出身不好，又说他学历低，但这不也是他能选择的。多年后上金星秀，他毫不避讳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坦然的模样让人越发喜欢。那时安以轩会演石珠，他认为这个20出头的小姑娘很有灵气。她在于正面前给小赵说了好话，那时的她可是爆款制造机，杨幂就是她捧红的。可赵丽颖却拒绝了签约的请求，只因她不忘本，她不想抛弃和自己合作了多年的经纪人。再往后，她在于正剧出演过配角后，终于得到了出演女1号的机会。陆贞最后成为了女香，而她也熬出了头。但没想到新的争议又来了。04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娱乐圈以瘦为美。这一点不仅要求女明星的体重不过100，还自然而然地认为她们应该是瓜子脸。所以
小赵是一个例外，他是标准的圆脸。早年的时候，脸上还满是胶原蛋白，看起来元气十足的脸，不仅没有成为演艺路上的助力，反倒成为了拖累。那几年，赵丽颖被限制戏路了，脸是父母给的，不能轻易改变，那就用演技征服观众。就如于正所说，他是有脾气的人。那时，赵丽颖的心里一直都憋着气，她化这些委屈为动力，开始日复一日的揣摩演技，把好的留给自己。琪儿出现后，观众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圆脸的姑娘，很多人才发现原来圆脸也可以这样美。当然，让观众对小赵改观还是《陆贞传奇》，这是她第一次担任女主，就为自己交出了满意的答卷。原来圆脸也可以担任女主。另外，这几年有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话题，傻白甜不是谁都能演的。很多网友第一个提名的就是赵丽颖。姗姗来了中，她就是典型的包子脸，但却没有和陈妍希一样被骂，这就是赵丽颖的本事。妻子的秘密中，她也温柔了岁月。虽然这部剧没有前者爆火，但冲赵丽颖的状态和演技就值得一看。当然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《花千骨》。那时的她已经28岁，演少女也是毫不违和。撅嘴笑或是撒娇的时候，不仅毫不违和，反而更加灵动自然了。圆脸反倒成为了加分项。赵丽颖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大众的审美。《风吹半夏》中，她就是大饼脸，但观众只觉得飒。赵丽颖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大众的审美。去年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说法，就是85花怎么了，都扎堆拍古偶。据悉，几人已经快40岁了，还拍偶像剧真的不合适。但实际上，小赵已经转型了，正是凭借曲半夏这一角色。去年的白玉兰上的赵丽颖无疑是热度最高的那个。她一旦获奖，整个85花的格局就变了。遗憾的是，吴越老师更胜一筹。但作为85花中唯一提名的那个，足见赵丽颖的实力。结语：赵丽颖在采访的时候说过，如果我失意，我要接受自己现在这个状态；如果我得意，我也不排斥，我要认同我的得意，我就是很风光。这就是大女主的发言。她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，于是她开始减少活动，一心泡在剧组拍戏。毕竟靠作品才能走得远，爱情和事业，她似乎更在乎后者。她和冯绍峰因为《知否》等几部戏结缘，两人发展的速度也是相当快。在吃瓜群众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就完成了领证、生孩子等人生大事。遗憾的是，这段感情并不长久，不到3年，两人就分道扬镳。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小赵将冯绍峰看顺眼了，两人离婚后，他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状态。而我们的赵姐早就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。